俄乌战争到现在已经进行有1年多了，从最初的1小时22分钟速通基辅，到后来的部分动员监狱招兵，俄军的实力呢，已经给人们太多意外了。今天大兵来和各位盘点一下俄乌战争中俄军那些致命的失败。其中最大的失败呢，莫过于战争初期的机场争夺战了。在开战之初，普京的高级将领们信心满满，他们针对基辅制定了2套作战计划。其中 A 计划是通过散兵突击占领基辅西郊的安东诺夫机场，并接应后续的空降部队，以至于从内部占领基辅的总统府和电视台，然后向全国广播泽连斯基政府已经投降的消息。 B 计划呢，则是装甲部队，预计用3天时间完成对基辅的合围，并展开大规模炮击，摧毁乌克兰人的抵抗意志。 俄军指挥官认为，该机场的跑道长度达到了3.5公里，可以起降大型军用运输机。再加上这里没有乌军空军单位驻扎，当前呢也不适合承担客运，所以比较适合作为前线支点使用。更为重要的是，战前乌军主力都被调往了东部地区前线，后方相对空虚，基辅周边呢也没有部署太多的装甲突击兵力。 所以，这个机场十分有利于展开空中突击作战，而执行这次任务的是来自俄空天军独立近卫第31空降旅的部队。前期投入抢占机场的便是该旅的第6连。在2月24号的战斗初期，俄军出其不意的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很快就占夺了机场。不过呢，俄军在夺得机场后，发现机场跑道在交火过程中受损，这也导致后续的运输机无法起降。 然而，就在俄军先遣部队组织防御和抢修跑道的同时，回过神来的乌军立刻组织驻守机场东南方向哥斯托梅利镇区的国民警卫队第4快速反应旅实施反攻。战斗一直持续到2月25号凌晨，乌军没有完全控制机场，俄军后续梯队的运输机也无法降落，双方形成了拉锯。直到25号上午。 乌军第45特种作战旅前来增援，在 BM-27火箭炮和米格29战斗机的支援下，成功突入了机场。不仅如此，乌军地面防空火力还击落了包括2架卡52在内的多架俄军直升机。在空中火力掩护减弱后，俄军先遣部队被迫放弃部分阵地后撤，甚至一度被压缩到了机场以南的森林里。至此，围绕安东诺夫机场的战斗告一段落。 在整个行动当中呢，俄军没有实现夺取机场后快速投送后续梯队的主要目标，是吃了先遣队兵力不足、缺乏重型武器装备的亏。虽然俄军出动了超过200架各种直升机，但是整个先遣队只有1个加强连规模，在武器装备上呢，也只是加强了重机枪和短号反坦克导弹。 当后续梯队无法降落，又遭遇炮击和乌军坦克与步战车的冲击后呢，虽然俄军给敌人还是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最后还是不得不放弃机场。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啊，俄军对于战斗规模和范围存在明显的误判。既然在夺取机场后要考虑到使用的问题，那么就必须应对可能遭受的破坏有充分的估计。 安东诺夫国际机场所在的格斯托梅利镇就有一个军事基地，距离基辅市区也只有10公里。像 BM-21、BM-27火箭炮这样的兵器，射程在20到40公里，完全可以躲在俄军武装直升机的火力范围外，对机场进行炮击。正因为缺少了这份考虑，才导致俄军即便夺取了机场，也无法继续展开后续的行动。在2022年5月。 俄军为了攻入北顿涅茨克，在顿巴斯前线发起了强渡北顿涅茨克河的行动，却在渡口遭到了乌军炮兵的火力打击，损失了大量的装甲战车。在这次行动中，俄军有不少于73辆坦克、装甲车和运输车被击毁击伤，相当于一个营级战术群全军覆没了，可谓是损失惨重。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俄军惨败呢？ 根据参战的乌克兰士兵在社交网站发布的信息，这场战斗发生在北顿涅茨克市以西约18公里处。俄军选择在这里渡河，意在切断北顿涅茨克市周边乌军和后方斯拉夫扬斯克的联系。自从俄军特别行动进入到第2阶段以来，俄乌两军在这一地区展开了反复的争夺，而乌军依托北顿涅茨克河的天然屏障，构筑了完善的防御体系。俄军想要突破乌军防线， 除了强攻外，别无他法。而敌前渡河本就万分凶险，出现一定的战损也是难免。但是俄军的这次失败显然不是简单的战术失误，而是几乎把能犯的低级错误全都犯了一遍。
堪称渡河作战的反面教材。根据乌军士兵的描述，乌军早在战前就已经侦察到俄军动向，并且准确地预判了俄军可能的渡河地点。其次呢，就是俄军在战前侦察也存在问题。通常来说呢，在渡河前需要派出侦察部队潜入河流对岸，将敌军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置和阵地设置等基本情况给搞清楚。对于俄军来说呢，完全可以通过卫星侦察、空中侦察、电子侦察、人力侦察相结合，获得渡河区域乌军的兵力部署并非难事。最低限度呢，也要锁定乌军的炮兵阵地，并采取相应的掩护措施。然而，这次渡河行动中，俄军显然没有进行充分的敌前侦察，很可能是出于轻敌、忽视或省略相应的侦察行动，冒冒失失的在乌军火炮的射程内强加渡河，让乌军炮兵轻而易举地对浮桥和渡口实施了炮火覆盖。从俄军战损的73辆各类战车来看，准备渡河的部队至少是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并且配属了舟桥部队。我们从网上流传出的图片也可以判断，俄军已经成功架设了浮桥，并且已经有部分车辆先行通过浮桥抵达对岸。但是部队渡河后动作非常拖沓，没有及时进行疏散配置，并且占领警戒阵地。拥挤在桥头的俄军战车残骸，说明俄军在渡河时没有拉大车辆间距快速通过，而是慢慢悠悠地挤在桥头，好似在坐等乌军炮击。同时，如此密集的队形呢，也说明俄军在渡河后缺乏有力的指挥，以至于抵达对岸的俄军官兵不知何去何从，只能暂时挤在桥头，等待下一步的命令。这时恰好乌军炮兵的首轮炮击就对桥头进行了覆盖，最终这些装甲车全部葬身于炮火之下。除了桥头的车辆异常密集外呢，俄军在河两岸的其他车辆也并没有进行疏散配置，而是和桥头一样密密麻麻地挤在树林中的土路上。至于过河之后需要占领阵地、构筑工事、进行伪装等必要措施呢，俄军恐怕是想都没有想过，更不用说在浮桥两侧设置防空火力了。和昏招迭出的俄军不同，乌军在这场战斗中组织得当，战术合理，火力精准，以微弱代价就取得了重大胜利。首先，正确判断了俄军的渡河地点。毕竟架设浮桥渡河其实是有规律可循，乌军指挥官可以结合水面宽度、水流速度、岸滩地质结构、两岸的交通条件等要素综合分析，就可以筛选出符合架设浮桥的地点。通常来说，这样的地点呢并不会很多，再结合从各种渠道获取的俄军兵力部署，就可以将俄军可能的渡河地点缩小到一定范围。同时，从理论上来说，俄军也应该采取各种引真示假的措施，借此迷惑乌军。但结果呢，我们也都知道了，俄军的战术欺骗显然没有起作用，也就是不知道俄军是骗了没成功，还是压根儿就懒得骗。而乌军最难的一点呢，是在俄军战机的眼皮子底下，将1到2个营的火炮部署到位了。毕竟此时的俄军还掌握着制空权，虽然这个制空权很水啊，但这个难度呢，也堪称是地狱级的。一旦被俄军发现蛛丝马迹，在空中打击和炮火覆盖之下，惨败的就是乌军了。最后，乌军选择开炮的时机也恰到好处。乌军炮击的最佳时机呢，是在俄军渡河期间半渡而击，但知易行难，难就难在需要及时的获取俄军渡河的进度，最好是实时信息。如果俄军有足够的反侦察意识，就不会让此事发生。但实际上，俄军在渡河时虽然投放了烟雾，但却没有什么用处，并没有让乌军无人机失去观察能力。最终在炮兵的精准打击下，俄军多数坦克和装甲车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命中了，这就代表着乌军连试射都没有。这说明乌军事先就可能标定了渡河地点的射击诸元。乌军炮兵不仅实现了首轮覆盖，还命中了多个移动中的装甲目标。这从侧面呢也证明乌军炮兵的训练有素。即便是后来俄军成功渡过了这条河，其损失也让其十分肉疼。哈尔科夫战役可以说是乌军在这场战争中由守转攻的一个重要战役。这场从9月6号开始的攻势有2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一是乌军狂飙突进的速度之快，令人啧舌，4天推进100公里，如入无人之境；二是沿途的俄军抵抗意志很低，看到乌军就跑，压根没有反抗的意思。当然，这见面就跑呢，还是有好处的，至少俄军在人员损失方面不大，因为乌军根本追不上。
而这次大败的原因呢，主要是俄军的战略误判。俄军在哈尔科夫东部并未部署多少正规军，此前伊久姆确有俄军重兵，但是打下来莱曼之后呢，伊久姆集群的俄军便陆续撤回国内休整了，或者调到别处了。最前沿的巴拉克利亚是伊久姆的西部屏障，极为重要，按理说应该重兵驻防，但现实是俄军在这里只摆了一个1000多民兵预备役部队，加上2个特战分队，而后边的伊久姆、库皮扬斯克就更不说了，俄军人数少得可怜。也就是说，俄军在哈尔科夫东部的防御实际上就是个空架子，只有少量特战加上民兵预备役。那么为什么俄军不增援该地区呢？因为那会儿俄军真的没有多少兵。早在乌军大举进攻之前，俄军就把主力撤回到了顿巴斯地区，只给哈尔科夫留下了小猫2、3只，这多少是有些轻敌的嫌疑。除此之外呢，俄军的兵力不足也是一大原因。在开战后，俄军进入乌克兰最多也就15万左右，赫尔松去了2、3万，南部战线又去了绝大部分，只能留给哈尔科夫一线的兵力很少。这也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当时急着去搞4地公投的原因。而乌克兰的优势呢，就是有北约的情报体系支持，事先已经知道了哈尔科夫的俄军的防御是空架子。从这里呢，我们从乌军的狂飙突进的状态也能看出，最直接的一点就是在巴拉克列亚遭遇俄军特战分队抵抗时，乌军直接绕过了正面，选择直插后方。然而到了后方，依然开足马力狂飙，沿途遇到一些俄军抵抗也不恋战，而是直接穿过。要知道，乌军本身也就出动了1万多人，如果乌军认为对面有俄军，而且俄军会抵抗的话，是不可能这样狂飙突进的。这个战术明显让守军阵脚大乱。另外，从战略上，那会儿的乌军在赫尔松的进攻声势很大，牵制了大量的俄军部队。虽然乌军有不少损失，但也的确成功麻痹了俄军，以至于俄军完全没想到乌军会在哈尔科夫来一波极限偷家。而最后一个原因呢，就是哈尔科夫的援军迟迟未到。这次大败之所以不正常，还体现在了俄军的援兵方面。要知道，哈尔科夫南面的卢甘斯克就有俄中央军区的部队，边境上俄军一样有部队，两者距离并不远，从边境到库皮扬斯克也就20公里，一脚油门就到了。可是好几天都不来，就显得十分不正常。这里大兵猜测，可能是涉及俄罗斯内部的权力博弈。自从俄乌开战以来，俄罗斯已经有近10个寡头因为各种原因身亡了，这也证明俄罗斯内部斗争已经进行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了，军队因此受到影响也是有可能的。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还知道哪些俄军的迷惑操作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